你有没有发现，一旦上了车，人就会变成另一个版本的自己？平常走路温文尔雅，结果在方向盘后面一个插队，一次急刹，就瞬间变成咆哮的野兽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路怒症。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这么容易失控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路怒症的神经学根源，看看堵车时你的大脑里究竟在上演什么样的暗黑剧场。首先，开车这件事本来就不是一件自然的行为，我们的脑袋进化了几十万年，习惯的是走路、奔跑、打猎，和身边的同类面对面交流。可是驾驶呢，短短100多年突然出现，速度飞快，金属机器把人隔开，彼此看不见表情，听不见语气。结果呢，大脑只能靠最原始的生存模式来解读这些突发事件。你在高速上被别人强行加塞，大脑立刻启动威胁检测系统杏仁核。这个小小的脑区专门负责侦测危险，它一旦响起警报，身体马上进入战或逃的模式，心跳加速，血压上升，肾上腺素喷涌。问题是，开车的时候你既不能真的揍对方，也不可能真的逃走，所以这股能量只能在驾驶座里憋住，于是演变成怒吼、按喇叭，甚至追车报复。更有趣的是，开车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去个人化效应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方不再是一个有脸、有名字、有故事的人，而只是一台冰冷的车。脑袋少了共情这个环节，人性里的善意就被大大削弱。一个行人不小心撞到你，你可能会说没事吧，但如果是一辆车突然挤过来，你更可能脱口而出的是脏话。这就是人脑的盲点，金属外壳隔绝了我们的同理心。那为什么堵车会让情绪更糟呢？答案在于掌控感。人类大脑对能否掌握局势非常敏感。当你卡在车阵里，动也不能动，时间1分1秒流逝，前方又看不到尽头，这种失控感就会启动前额叶皮层和边缘系统的拉扯战。前额叶是理性的执行官，不断安慰你，冷静，没事，忍一下就好。可是边缘系统，尤其是杏仁核在旁边吼叫，不行，这太难受了，这就是折磨。于是你一边在心里数到10，一边又忍不住猛按喇叭。更玄妙的是，大脑还会制造一种被冒犯的错觉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人在开车时很容易把别人的行为看成针对自己。明明那辆车只是急住赶去医院，我们却觉得他是在挑衅我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中心偏差，因为在密闭的驾驶空间里，我们的大脑会误以为我是这片道路的主角，结果任何插队、任何减速都被脑子误解成对自己尊严的冒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能不能驾驭这颗爱误判的大脑？答案是可以，但需要一些小技巧。比如说，当杏仁核开始拉响警报时，你可以试着做深呼吸，把注意力转到呼吸节奏上，等于是暂时切断战或逃的回路。又或者在堵车时刻听音乐、播客，让前额叶有事做，不至于被边缘系统压倒。更重要的是，提醒自己，车子里的敌人其实也是一个人，可能也在筑急，也在焦虑，甚至正跟你一样在对住方向盘叹气。如果我们把开车看成一面镜子，它映照的其实是人类最原始的一面：恐惧、焦躁、掌控欲，还有脆弱的自尊。路怒症不只是交通问题，它是一场神经学与心理学的小型战争。当我们在红灯前深呼吸的那一刻，也许就能看见更深的哲学意味。人类进化了这么久，却依然在用原始的脑袋驾驶住现代的机器。我们能不能不被这台古老的脑子牵着鼻子走？这个问题不只是开车时的挑战，也是整个人生的挑战。